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星巴克，我是 Ken。今天我们要讲讲地底世界。关于地底世界的传说其实很早就有了，伴随着人类文明一步步演化。相较于抬头看天，人类对地底文明的认知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停留在宗教信仰和文学幻想的层面。在古埃及神话中，地底世界被称为杜阿特，是太阳神拉每晚旅行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挑战的地方，拉神在此与怪兽阿佩普战斗，并最终重生于黎明。这个地底世界不仅是太阳的路径，也是亡灵的栖息地，他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考验和裁判，最终可能达到永生。而古希腊神话中的地底世界被称为冥界，由冥王哈迪斯统治。冥界是死者的居所，分为几个部分，包括伊利西安平原、塔尔塔洛斯。冥界描述中通常涵盖了一条河，名叫忘川，灵魂需付费给摆渡者卡戎才能过河。另外，印度教和佛教中也有地底世界的描述，与通俗意义上的地狱相关。总的来说，古代时期的地底世界通常与死后的境界相联系，被视为亡灵的居所，这与许多文化中描述的天界相对应。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地底世界概念主要通过基督教教义和文学作品来展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对地狱的详细描述。在基督教传统中，地狱被视为罪人在末日审判后受惩罚的地方，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但丁神曲是中世纪对地狱描述最详尽的文学作品之一。但丁在其中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地狱构造，包括9层地狱，每层针对不同种类的罪行设计了不同的惩罚。这部作品详细描绘了各种罪人和他们的惩罚，以及但丁自己的地狱之旅。近现代关于地底世界的描述，除了《地心游记》《时光机器》这种纯粹想象的文学作品外，有了更多科学色彩的论述，特别是对地球内部结构模型的认知的发展。其中，地球空洞说占了非常大的篇幅。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于1692年提出，地球是由约800公里厚的空心壳、2个同心内壳和一个内核组成的想法，其直径与金星、火星、水星等行星的直径相当。大气将这些壳层分开，每个壳层都有自己的磁极，球体以不同的速度旋转。哈雷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解释指南针读数偏差。他设想内部的大气是发光的，并推测溢出的气体造成了北极光。1818年，小约翰·克利夫·西蒙提出，地球是中空的，它有一个厚约1300公里的壳，在两极处有约2300公里的开口。西蒙成为了最著名的地球空洞说支持者。在他的追随者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帮助下，他试图组织一次计划，去北极探索地球空洞的北极开口，但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终止了这一计划。1908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由威尔斯·乔治·埃默森撰写的《胭脂神》。这本书介于小说与真实作品之间，内容基于一本手记本，而这本手记本是由挪威的一位临终老人奥拉夫·杨山交给作者保管。据说杨山曾与地底世界的居民直接接触，并在地球内部生活了2年。根据杨山的记录，1829年4月3日，18岁的杨山和他的父亲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发，前往北极圈捕鱼。几个月后，他们的船只在某个海域遭遇了猛烈的暴风雨。由于海域磁场异常，他们的指南针失灵，船只只能随风漂流，最终被海浪带到了一片长满巨大树木和各种动物的大陆。他们后来得知，这里是身高达3米的地下人居住的地球内部世界。这些居民的寿命超过600岁，他们的建筑物镶嵌着黄金和宝石，交通工具和电灯都以电为动力，农作物巨大无比。在地底世界的天空中，早晨和晚上出现的是发出红色光芒的太阳，白天则发出白色光芒的太阳。他们称这些光源为地球内部的太阳。杨山和父亲从北极圈进入地球内部，但返回地表时经过南极大陆的开口处，在途中
他们的船与冰山相撞，父亲失踪，杨山独自留在冰山中。后来他被一艘捕鲸船救起，才得以重返地面世界。时间来到了20世纪，马歇尔·加德纳于1913年写了一本书，名为《一次去地内的旅行》。他认为地心有一个小太阳，他甚至制造了一个会运转的空心地球模型，并申请了专利。1947年，美国飞行员伯德海军上将的北极探险，揭示了更多关于地底世界的秘密。在一次飞行中，伯德记录了他遭遇的神秘事件，包括未知的大型动物和失常的导航设备。飞机开始不久，伯德将军的飞机上的罗盘突然失常，无法保持航向，他们只能依靠太阳指南针来确定方位。尽管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飞机的控制却变得迟缓。不久之后，他们看到了远处的群山，这在北极是极为反常的现象。伯德将军决定飞到近处一探究竟。飞越群山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绿意盎然的山谷，完全不像北极应有的冰雪覆盖景象。山谷中甚至有大片的森林。在山谷中，伯德将军的团队还看到了一头猛犸象。这种早已灭绝的生物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眼前。正当他们惊讶不已的时候，一种奇怪的圆盘飞行器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并迅速靠近。他们看到飞行器上有纳粹党的标记，这让他们更加困惑和惊恐。就在此时，无线电传来了一个带有北欧或日耳曼口音的声音，欢迎他们来到这个秘密的领地，并告知他们将被引导的着陆。飞机在一种力量控制下平稳着陆，他们受到热情接待，并被带到一座闪烁着彩虹色彩的城市。这座城市似乎是由水晶材料构成，充满了未知的神秘。在城市中，伯德将军被引导至一位被称为大师的人面前。大师告诉他，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地球的内部世界，名为阿里亚尼。大师进一步解释了他们召集伯德将军的原因。大师表示，他们对人类种族的关注始于人类在广岛和长崎引爆原子弹之后。他们对人类篡改原子能的行为感到担忧，并警告说，如果人类继续这种自毁行为，将会面临一场巨大的风暴和混乱。大师提到，他们曾尝试与人类联系，但遭遇敌意。他预言，一场黑色的愤怒将在人类世界中蔓延，科学和武器都无法带来安全，直到人类的文化被彻底摧毁。他们看到未来一个新的世界将在废墟中涌现，而他们将在那个时候再度出现，帮助人类重新开始。会议结束后，伯德将军和他的无线电员被安全护送回飞机，并重新获得控制权。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返回了大本营。伯德将军的这个秘密日记的真实性至今仍然是个谜，没有证据表明伯德将军写了这本秘密日记。地底世界传说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其实与上帝的概念类似，都很难被彻底证伪。虽然许多科学研究表明地球是实心的，但我们仍无法排除存在未知空洞的可能性。这些空洞至今可能尚未被人类发现，或者他们阻止我们发现。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地底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秘密领域，还是人类想象的产物？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